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线上参加读书会。那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呢是学佛三资粮，信愿行。听起来法味比较重一点啦，不过法味重呢，代表法力强啊。那我们也可以把它讲得平淡浅近不失原味啦。有人会质疑为什么我单纯来行善做好事，或参加志工的活动，这是很单纯的事情那为什么要发愿呢？发愿要做什么呢？要发什么愿呢？等等那有这些疑惑发愿是为了自己学佛的理想跟人生的抱负，定下一个全力以赴的愿景跟目标。那有了目标，才能向目的地呢朝向目的地呢勇往迈进所以才说呢，有愿就有力但是一般人是这样感动的时候容易说出发愿的话，无明的时候容易忘记承诺的话，所以又说发愿容易行愿难每一尊佛呢都要内修四弘誓愿，外行慈悲喜舍，一个内修一个外行内修四弘誓愿呢是诸佛的本愿，也就是主修的学分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这几个嘛，这是主修。那外行慈悲喜舍呢是诸佛的别愿，也就是每一尊佛呢有各自不同的选修啦例如地藏王菩萨是地狱不空誓不成佛，观世音菩萨是大慈大悲闻声救苦，普贤菩萨的十大愿，还有正言上人的为佛教为众生还有一些高僧大德，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别愿每个人的发的愿都不一样这些都代表呢是虚空有尽我愿无穷都可以说是宏愿那简单讲呢，内修四弘誓愿就是进士法脉，外行慈悲喜舍呢就是慈济宗门一个是内，一个是外一个是静，一个是动一个有形，一个无形，一个有为，一个无为这个叫做什么？福慧两足尊，两只脚，福慧两足尊。受证的慈济委员或者是即将受证的培训委员都是认同慈济法门并发心要来追随正言上人，来福慧双修的修行人这个就是在修菩萨道的法门那既然是行于菩萨道上，就必须了解菩萨道修行的三个条件，就是信愿行这是如鼎之三足缺一不可。鼎缺一角不是站不稳是会垮下来倒下来其实呢，念佛法门或者是净土法门或者是禅净双修的法门都好，只要你开始要学佛，都是要以信愿行为三资粮三个基础所以我们要理解呢，只是单纯的来做志工做好事，或随性参加活动，或者是捐钱布施，这样还不算是行于菩萨道上，还不算，只能说是广结善缘，功德无量但如果你要更上一层楼的话呢，就要从入人群的外行再加上熏法香的内修这样修于内，再加上行于外叫做修行嘛，内修外行叫做修行嘛那为什么学佛或菩萨道的修行要具备信愿行三个条件呢？没有这三个条件就不能学佛行菩萨道吗？相信很多人有这样子的疑问尤其是还没有入佛门的比较有这个疑惑。其实信愿行简单的讲呢，就是真实的信仰坚定的愿望，精进的行动信愿行嘛所以信愿是行的先导，行是信愿的体现没有信愿就不可能去行动那不去行动也就无从体现信心跟愿力嘛。举个例子来讲大家会更清楚我们要到某个地方去
路是已经问得很清楚，但却没有付诸行动，也不搭任何的交通工具，也不想步行，只是在那里原地踏步，空思妄想啊，这样有可能到达目的地吗？当然是不可能嘛。所以近思语才说嘛，说一丈不如做一寸嘛，强调行的重要嘛。那有些人呢，很害怕承诺，他们担心呢，一旦承诺呢，就要开始承担了嘛，就会被捆绑而失去自由。有些志工呢会这样想担心我如果答应你的话我就要去做事情了做的话就别的被工作绑住，会这样子其实不敢承诺又不敢承担的人才会把自己绑得紧紧的，痛苦异常因为不敢承诺的人也比较不敢去发愿，没有愿当然就没有当然没有愿的话，当然就是只有靠筋骨的力量了嘛。发愿就是靠心灵的力量嘛。那不敢承担的人，因为不敢付出，所以也很难成长所以没有承担就很难成长嘛。那这样潜能永远的卡在那里，你再有怎么样才华也展现不出来因为你没有去实现那其实这样才是真正的失去自由有2句顺口溜了第一句，发愿有如开支票，如果会跳票，不如不开票。既然已开票，必须是铁票，发愿后还愿，这样才有效第二句，感动而发愿，就要行动去还愿，遇事而消愿，大愿也会变空愿仔细去体会一下，这个顺口溜是很有道理的那这2句话都是强调什么？要付诸行动才会愿成那念佛诵经呢，或听经闻法，那是问路；行经用法是走路，要走才会到目标。强调的就是行动念佛法门也是一样即使念佛念到一心不乱但缺少信心跟愿力，还是不能往生净土。净土中第9代的祖师藕益大师有一句很了不起的开示，他说：行而无信愿，不得往生心愿而无行，也不得往生所以呢，信愿行3个是会三归一，是3个一体。然而要相信，也不是说不问是非真假就盲目的相信，也不是这样相信也是要有智慧相信佛所说的一切真理相信师父教导我们的诸佛妙理相信自己本来就具有佛性，相信人人皆可成佛，我们也可以成佛这些不只是相信而已而是要深信不疑因为一念已毁，不得成就。相反的，已毁悉除，即得入于实质之中入实质就见实相这句话很好。入实质见实相什么意思就会大问题就大觉悟了，小问题就小觉悟了没问题就没菩提，有问题就有菩提，开悟觉悟了。所以佛是觉悟的众生，众生是还没有觉悟的佛佛跟众生在本质上呢没有什么不同，所以才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嘛。那唯一差别在哪里就是在迷跟悟的差别而已那迷跟悟的差别在哪里？差别在觉悟与否嘛，你有没有觉悟嘛？所以要解脱跟觉悟呢，就要依经入道，以解导行这句话我们讲了好几次了因为这是菩萨道的一个精神嘛。什么意思就是把自己所读的经或所念的经呢，化为行动，投入人群中去实际体验然后把自己所了解的佛理去导入行动中跟生活呢去做全然的结合，叫做佛法生活化了佛法是要拿来实践才会有所体悟研究佛法虽然可以造就一些专家跟学者但这些跟解脱跟觉悟是无关的了。
你要解脱跟觉悟，还是要靠自己身体力行。所以学佛不是要做佛理的理论家或者思想家，而是要做佛法的实践者。所以慈济的佛法英文叫做 Buddhism in Action， 实践佛法了。有一个学佛的理念呢很重要，就是要什么？一心一志跟一个老师走一个道场，绝不到第二家去，绝不听第二个人，这样才是真正的信而有根啊！也就是目标很专注。相反的，什么法门都想参加啊，哪里有法会就去啊，哪边有法师开示也去啊，人家邀约做志工他也去啊，常常是脚踏两只船呐，心肝乱纷纷啊。这个叫做信而无根啊，他有相信，但是力量不是专一的，是分散的。每个法师他都相信啊，但是这造成目标漂移啊。信而无根就是目标漂移了。那目标漂移会造成什么？力量分散啊，力量分散就没有力量了嘛。目标专注才会有力啊。所以成功的人是专注一事，失败的人是多方从事，什么都想做，什么都做一半啊。信而无根，就像什么浮萍一样啊。其实浮萍也不是没有根啊，它的根是随波逐流啊。漂浮不定啊，所以它很难落地生根嘛，它一直在动荡不定嘛，所以它很难落地生根，当然就很难茁壮成长啊。所以经文才说嘛，信为道源，功德母，常养一切诸善根呢，有这句话嘛？意思是什么？信是道的根源，信是功德的母亲，因为信能够增长一切的善根啊。一切的善根要起来之前要有这个信心呢。一只站在树上的鸟，它不会害怕树枝断掉哦，因为它相信的不是树枝，它相信是它的翅膀，叫做自信。那如果你相信水有浮力呢，只要放松身体，在水里面你放松身体，它身体就自然就上浮了。你如果害怕信不过有浮力，手忙脚乱手脚乱挥舞，那越是往下沉沦呐，越是下沉呐。那同样的体重呢，一个是上浮，一个是下沉。关键就在于有没有信心呐。好，前面讲的就是信跟愿，现在我们来讲行，信愿行嘛。明朝的王阳明说一句话很好，他说：“知而不行，是为不知啊；不知而行，可以致知啊。”意思就是说，知道的道理却不去实践，还是叫做不知道。道理很深，我不知道，但对的事情做就对了，付诸行动，最后还是会懂得这个道理的。所以王阳明是什么？提倡知行合一嘛。那这个跟证严上人的解行并重是一样的思想。了解跟行动，刚刚有讲过嘛那唐朝的法眼禅师呢，也是一位非常重视积极实践的禅者。有一次呢，一位学生呢就问他，什么是人生之道？什么是学佛之道？法眼禅师呢，直截了当的回答了：一愿叫你行二愿也是叫你行一愿二愿都是行意思就是说，对的事情做就对了，不必三思。好的事情、有意义的事情、对的事情，不用三思，想太多做不下去的，一思就行了。这个叫做做就对，就是付诸行动嘛。那各位都知道几乎所有海内外的慈济的净思堂的佛堂呢，两边都会挂上一对对联对联每年都会换的，但是只有这一对对联不换的，因为它代表着慈济宗门的精神跟法髓所以它永远挂在那里没有换的这两句对联是什么这一对对联是什么？慈济宗门人间路，一边是净思法脉勤行道它提醒我们什么？法脉
要靠宗门来呈现。宗门呢，要蕴藏着法脉。宗门是入人群啊，是为众生啊；法脉是入经藏，是为佛教啊。宗门是悲门，法脉是智门，两个双轨并行，相辅相成呢，就是悲智双运啊。那宗门是有形的有为法，法脉是无形的无为法。有为法是有来有去，有生有灭；无为法是无来无去，不生不灭。用简单的方法来阐述呢，各位更清楚。要举例子来讲啊，宗门就像人的什么手脚跟器官，法脉就是什么心跟脑。心跟脑不清楚的话呢，会苦了手脚啊。手忙脚乱呢，不是事情很多而乱，而是头脑不清楚，也就是主人不清楚，仆人当然会不知所措嘛。同理呀，宗门就好像是灯泡，灯泡也是只有灯泡也是不会亮啊。灯泡有形，电流是无形的。那灯泡是宗门，电流是法脉，这样一听就懂了嘛。你只有宗门没有法脉不行啊，只有灯泡没有电流，灯泡不会亮啊，一样的意思嘛。所以上人才提醒这些人说，不能只入宗门而不知法脉啊。什么意思啊？就是不能只是想参加志工活动，却不想来参加读书会共修，只入人群却不入经藏的意思啦。要入人群，也要入经藏。入人群就是要什么？见苦知福，这是宗门；入经藏是要修慧，这是法脉。再来，入人群是动，你要去，如果你做事情要动啊，活动啊，动啊。入人群是动，就是宗门啊。入经藏是静下来，那是法脉。一动一静要搭配得宜啊，也就是方便的宗门跟真实的法脉，两个要方便不离真实，真实不离方便，是唇齿相依，骨肉相连呐，密不可分呐。用佛法来解释叫做什么？全就是方便呐，实就是什么？就是真实嘛。叫什么？叫做全中有实，实中有全，全实一体，纯一不杂。全实并演呐，双轨并行的意思啊。在动如狡兔是很好，还要能够静如处子啊。如果说动久了就静不下来，或者静久了就动不起来啊，这样就是宗门法脉的没有搭配的很好，乱了套。就好像什么开着车子啊，只会踏油门，但是不会踩刹车，或只会踩油门，但是不抓方向盘。各位想想，这是多么危险的事情啊！这样一想就知道了嘛，要搭配的很好的意思。所以做志工呢，要参加培训。你要做好事也是要有理念呐，理念就要靠培训呐，你才不会很有爱心，但是没有智慧啊，好心做错事啊，都不会这样子啊。所以志工要培训，经过培训，大家才会有共知跟共识，也才会有共行啊。这样志工队伍整齐啊，一大堆人啊，就是南无清净大海众菩萨。如果不是这样子，个人做个人的，河水不犯井水，你做你的，我做我的，乱无章法，那这样就会变成什么？南无清清菜菜做菩萨，随随便便的做菩萨，变成邋遢菩萨。所以培训很重要培训培养正确的观念，训练坚强的道心。正确的观念加上坚强的道心，这个是菩萨道上很重要的两条轨道，双轨并行的才会走得平稳现在是末法时期很多信仰百家齐鸣显易惑众哗众取宠夜叉邪魔甚至是邪师说法如恒河沙。
你看现在的假新闻、假讯息一大堆，稍一不慎就会信以为真呢，就很可能什么误上贼船的认贼为父啊，被误导了自己都不知道。那这种被误导的不正之见呢，在我们的心中啊，日积月累，变成牢不可破了的定见、妄见，甚至是邪见。那到时候要来导正它就非常困难，因为它已经根深蒂固了嘛，积习难改，积垢难除的意思嘛。所以定见啊、妄见啊、我见啊、邪见这些都不好。我们要的是什么？正知正见跟佛知佛见啊。武则天所写的《开经记》啊，大家都朗朗上口啊。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啊。这句话一个字都不能改，太完美了。那什么叫做真实义呢？法中蕴藏的真理叫做真实义啦。简单讲就是什么？要内修加外行两个合起来才叫做真实义啦。那内修加外行就是什么？就是法脉加宗门嘛，也就是刚刚前面讲的嘛。法脉要靠宗门来呈现，那宗门中要蕴藏的法脉，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啦，意思就是这样子啦。这样就是如来真实义啦。如果说有内修没有外行，或者有外行而没有内修，这样法脉宗门内修外行少一个，这样就不能叫做真实义的啦。真实义就是内修加外行所以对自己所修的一圣真实法呢，要透彻了解，还要有信心。因为开讲《法华经》的一圣真实法是佛陀注释他的本怀跟目的的，他的主要目的注释就是来讲真实法的，不是讲方便法的。方便法只是一个开权显实适应不同根基的众生所以用了42年讲方便法嘛，到最后7年讲真实法，太短了，时间太短了。那慈济做了56年了，还这么多事情做不完。佛陀那时候讲真实法讲7年所以时间太短所以佛陀那时候刚开始也是一样先开权显实跟饮食施权各位看这个几个字开权开方便法然后最后再来显真实法，饮食施权，把真实法先隐藏住，不跟你讲太深了，你听不懂。施权先用方便法让你能够契入你的根基啦然后等到因缘成熟了慢慢再来怎么样回小向大，把你原来的小圣导向到大圣去。废权立实这个也是一样，废不是废掉的意思就是不再讲方便法了立实就把真实法把它确立起来对念的时候就直指人心不讲方便法，直接讲真实法这个是有顺序的方便入真实，回小向大这个都是有顺序的。法门是没有大小之分的，但是有顺序了佛陀甚至认为呢，你如果对正法不相信的话，或信根不足的，自己在学佛，可是对佛法却不是信根很足，或者对因果不是很相信，知道有相信但是信根不是很强那这个都有可能会恶化，到最后造成什么谤佛跟谤法信根不足会造成疑惑嘛，那疑惑就会怎么就会质疑嘛，那质疑的话，那个话一出来的时候重一点，要变成谤佛跟谤法，这个比不信严重多了所以即使是正信的佛教徒呢，有时也会有知见不正之时嘛资深的志工有时候也会有知浅之时一样根器锐利之人有时候也会有心智迷失之时道理都是一样的用庶民语言来讲叫什么？人有失言，马有乱蹄啦台湾话叫做突切偶尔会突切啦。那我们学佛就是学习佛陀的慈悲跟智慧，不是要透过信佛或拜佛而对佛有所求，不是。其实不止好人求佛，坏人也在求佛好人求佛是什么？在佛桌上或神桌上放2粒苹果，
要佛或这尊神呢保佑他全家平安，事业赚大钱，孩子考试还要第一名。我请问你，如果你是那尊佛那尊神，这2粒苹果你敢吃吗？才吃你2粒苹果就要包山包海，更何况拜完之后苹果也是拜的人自己吃掉啊，对，哪有这种如意算盘呢？好，这是好人了。那坏人也在求佛啊，求佛做什么啊？拜托这尊坟啊，这尊佛啊，这尊神啊，保佑我们啊，明天一伙要去抢银行啊，希望明天的行动能够顺顺利利，一切无碍啊。那如果这一种坏事都有求必应的话，那就因果错乱，天下大乱了。不是这样子啊，念佛也是一样啊，念佛念到珠子闪闪发光，但是自己的内心常常是暗淡无光，这样念佛再久也找不到自己的心灵风光啊，叫做什么？口念弥陀心散乱啊，念破喉咙也枉然啊，嘴巴称佛但是不细念，心中没有佛，只是嘴巴在念而已，就是这个道理。有一个会员慈济会员他虽然很虔诚的拜佛信佛，他还不是学佛，他在自己的轿车挡风玻璃上面贴了佛陀的法照，希望佛陀保佑他行车平安，出入平安呐。有一天呢，他的车子开得太快，发生车祸，在医院治疗一段时间后出院了。他在委员的陪伴下来见上人了，他就问上人，他说：“师父，像我这么虔诚的信佛拜佛，为什么我发生车祸的时候佛陀没有来救我呢？”他很疑惑啊。上人的回答他：“有啊，佛陀有去救你啊，但是你的车子实在开得太快，佛陀根本就追不上。拜佛念佛不能有所求，不能谈条件啊。不幸出车祸不能怪命运不好，或者怪运气不好，而是自己开车的习惯不好，或者福报不好。不是你撞别人，你被别人撞了，无辜被撞，这个都是福报不好嘛，所以不是改名字或改风水，是改自己的习惯，改自己的观念。总不能命运不好就怪政府啊，面相不好就怪父母啊，都是怪别人，没有怪自己啊。有一次啊，有一对年轻的夫妻档的志工那太太生了一个女儿他们认为呢，做志工后都生了这个女儿呢，感觉跟慈济很有缘那他们就不敢奢求说请证严上人帮他们孩子取名字嘛，就自己选了5个名字呢，到金色来呢，那请上人帮他们挑一个至少将来可以说，我女儿这个名字是证严上人挑的，至少跟上人也有祝福到对。结果上人跟他们说，这5个名字里面，你们喜欢哪一个就是好名字。最重要的是，将来你们在喊这个名字的时候呢，你的孩子要知道你们在叫他，这个比较重要。幽默中教化的弟子们，凡事要讲求务实，要正信正念。什么是好风水？心中有好山好水就是好风水啦。什么是好地理？证严上人说，起心动念合情合理就是好地理啦。每天心宽念纯，没有胡思乱想，每天晚上都是平安夜，每天无名一堆，庸人自扰，每天都是愚人节啦。所以每天心清自明，每天都是清明节。所以我们要的是365天天天清明，365天天天平安。说起来很简单做起来不容易就是不简单不容易，才要来福慧双修啊。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之八九嘛，困难障碍偏多这个业报身累生累世带下来的如果没有这些苦这些磨难的话，那一生都是这么顺遂，那有什么好修的呢？所以佛法告诉我们佛法如果缺少了烦恼跟污浊呢，佛法就不成立了。佛法如果不是建立在苦、空、无常跟无我之上，佛法也没有什么好修的。你要修什么？就是有这些才让我们修了。所以要感恩一切的逆境，
因为生命中最好的学习是被逆境狠狠的一击啊！伤痛的时候，更是代表着软弱正在离开我们的身体啊！所以无论顺逆或悲喜呢，一切都是好因缘呐。平日就要做这样子的心力训练呐，训练自己的心念呐。英文叫做 mind training， 也就是提高免疫力，增强抵抗力。有免疫力的人呢，心灵不容易受创伤；有抵抗力的人呢，即使一旦受伤，也能很快抚平伤口。面对挫折的时候呢，去自我警惕，可以蹲下去，但不可以倒下去；可以慢下来，但是不能停下来。困难、挫折、考验、磨练呢，是达至成功之前的基本训练课程，也是通往成功的必经之路啊！除此之外呢，没有其他的捷径了。所以身跟心的训练都非常重要。只练心不练身，只练心不练身，心有余力不足；只练身不练心，身体很强壮，心灵很脆弱。所以身体要锻炼，心灵要淬炼，经过训练，接受磨练，再通过层层的考验，这样才有可能当教练。所以法有入心叫做法身呐，法不入心叫做肉身呐。肉身是用心灵的力量，因为无形，所以力大无穷啊。肉身是用筋骨的力量啊，因为很有形，所以力量很有限。这些都是正念的，需要培养并把它巩固起来。唯有观念先突破，工作的瓶颈才会突破。人生也是一样啊，人生碰到瓶颈或陷入低潮，这个是一个现象，是一个果。那真正的因是什么？心念的瓶颈早就形成了，因为心念在里面是隐性的，所以自己很难察觉。这个时候就要从因去下手，才是对症下药啊，才能够转化嘛。那怎么转化？以心转境啊，以念去转运啊。说起来简单，做起来不易啊。因为转个念头是几秒钟没错了，但是要做足准备是几年功啊。所以才说要天天闻法嘛。以前我们不是有分享过吗？法可以千日不用，但是不能一日不背。培养正确的观念很重要，有正念才能以正破邪，才会不迷啦。因为心迷就会苦啊，心悟就自在啊。心迷就会问题艰深，心悟就答案简单。心迷则人事变是非，心悟则人事变教育。心中有佛，则开门关门都见佛；心中有鬼，则开门关门都见鬼。心悟即使花落也见佛了，心迷即使花开都不见佛。心念不正，诵经万遍也没有功德。心念若正，正念一起就是功德。以前我们有分享过一句话，也非常好：邪人用正法，正法也是邪；正人用邪法，邪法也是正。下面这句也是以前我们有分享过的，我们大家再来复习一次：若能明心，则外道经典都是正法；若不明心，学佛多年都还是外道。这些都是很需要建立的正念的。同理啊，一个人如果是心存感恩跟善念的话呢，那就是生活在吉祥的情境里。相反的，如果是心存恶意跟埋怨，那就是生活在仇恨跟痛苦的情境里。心存正念的日日是好日，时时是好时，天天是春天，处处开莲花。这个道理叫做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也就是成也正念心呐，败也正念心呐。天堂地狱不是人死了以后才有啊，活着的时候就有啦。同理啊，鬼也不是死了以后才有啊，活的时候就有啦。不是死鬼啊，是活鬼。什么是活鬼啊？以前我们有分享过一次啊，酒鬼啊、赌鬼啊、烟鬼啊、色鬼啊、小气鬼啊、吝啬鬼、爱哭鬼、
贪吃鬼，还有恶鬼，很爱吃，这些都是活鬼啊。所以鬼也没什么好怕的啦。鬼是死去的人呐，人是还没有死的鬼啦。更何况鬼也有善鬼跟恶鬼啊，对，神也有善神跟恶神啊，人也有好人跟坏人呐，对。其实死人也没什么好怕的啊，真正要怕的是活人呐，因为活人才会作怪了，死人不会作怪了。如果感觉哎呀，好像这个死人在作怪，我们家里人往生啊，往生的这个人在作怪。其实啊，如果你感觉有这个死人在作怪的话呢，是你这个活着的人自己的心在作怪。尤其是自己的亲人往生了，他保佑自己的亲人跟子孙都来不及了，他怎么会去吓自己的亲人呢？会去害自己的亲人呢？是吗？这个道理要清楚啊，不是业障现前时啊，再来念几部经啊，求佛菩萨来保佑啊，这样就是迷信。经是佛菩萨讲的，你再念回去给他听，哪有这样的道理呢？而且只是用嘴巴念经也是消不了业障，要从实践的过程中来修正自己的思想、见解、言行，这样才管用了，这样才消得了自己的业障啊！正言上人曾经开示过，他说：要别人念，不如自己家人念；自己家人念，不如自己念；自己念，不如自己做。最后还是要靠自己回归自信，从自己本身做起，亲力亲为啊，亲手遍布施啊。只有身体力行做来的才是真的，拜来的、求来的、争来的都是假的，这才是正信的大乘佛法。最后呢，我用一段顺口溜，大家来一起共勉：花了时间拼经济，总要留点时间做慈济。如果真的没有时间做慈济，至少懂得把钱捐出去。福报必须累积与持续，生意才会越做越顺利。一边拼经济，一边做慈济，人生才会越活越有意义。好，学佛的三资粮，信愿行啊，分享到这里告一段落啊。希望诸位同修能法喜充满，福慧双修。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祝福大家，再见。